前世我拼死保住他的腿，却被他一刀捅死。重生后，我冷脸建议截肢，反遭全网唾骂。同事刘宇环抢过手术，13小时妙手回春。1周后，陈峰感染败血症进 ICU。那个踩着我上位的刘宇环彻底崩溃了。我是一名骨科医生，拼命8个小时才保住了一个病人的膝盖。术后，他恢复得不错。他出院那天特地来感谢我，说我是他的再生父母。可半年后，他再次闯进我的诊室，杀死了我。你毁了我的人生！他嘶吼着，刀锋没入我的身体。我到死也想不明白，明明我保住了他的膝盖，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再睁眼，我回到了他来看病的位置。抱歉，你这得截肢。你说什么？尖利的女声刺破诊室的安静。我抬起头，看着面前这对夫妻，表情没有一丝波澜。男人叫陈峰，躺在移动病床上，右腿被血浸透的纱布胡乱包裹着，脸色惨白。女人是他的妻子，化着精致的妆，正举着手机对着我，镜头闪着光。我说你丈夫的右腿髌骨粉碎性骨折，感染风险极高，目前最优方案是截肢。我把视线从 CT 片上移开，平静地重复了一遍。上一世就是这双腿，我花了整整8个小时，用了3块钢板、21颗钉子，才从四神手里抢了回来。我以为我给了他新生，他却给了我一刀。截肢？你他妈是医生吗？上来就让截肢？我老公才30岁！他妻子尖叫起来，手机镜头几乎要怼到我脸上。庸医，绝对是庸医！老公，我们换家医院。陈峰躺在床上，也用一种怨毒的眼神瞪着我。我的腿还有感觉，医生，你再看看，求你了，一定要保住我的腿。他的声音虚弱，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我看着他，想起了他半年后捅向我时那同样怨毒又疯狂的眼神。我笑了。有感觉不代表能保住，截肢是为了保住你的命。现在不急，拖下去，感染会扩散，到时就是高位截肢，就是败血症，再严重，命都保不住。我的语气冰冷，不带任何感情。我不想再当那个心软的再生父母了。你的人生，我的人生呢？谁来还给我？放屁！我才不信，你就是想省事。我告诉你，我老公的腿要是有个3长2短，我跟你没完。他妻子开始在诊室里撒泼，我没理他，拿起笔在病历本上写下我的诊断和建议，字迹冷静清晰。家属拒绝截肢手术方案，已告知拖延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感染扩散、败血症，最终导致更高位截肢或死亡。家属表示理解，并自行承担后果。写完，我把病历本推过去，签字吧。陈峰的妻子看着病历本上的字，愣住了。他大概没想到我这么干脆。你什么意思？你想推卸责任？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我淡淡的说，选择权在你们手上，我的建议是截肢，你们不同意，就要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陈峰在病床上挣扎着想坐起来。老婆，别跟他废话，赵院长，我要投诉他，这种没有医德的医生就该被开除。他妻子立刻反应过来，收起病历本，继续用手机拍我。对，我们要投诉你，让所有人都看看你的嘴脸。很快，我们科室的江主任闻讯赶来。江主任是个和事佬，一进来就满脸堆笑。哎呀，陈先生、陈太太，别激动，有话好好说。小沈，怎么回事？他妻子立刻像找到了主心骨，哭天抢地地扑过去。江主任，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这个沈医生看了一眼片子就说要给我老公截肢，他根本就是草菅人命。江主任连忙安抚他，然后拿起我桌上的 CT 片仔细看了起来。他看得越久，眉头皱得越紧。半晌，他放下片子，脸色凝重地看着我。小沈，情况确实很严重，但是病人还年轻，我们是不是再努力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保腿手术难度极高，风险巨大，但一旦成功，就是我们医院的又一个经典案例。是明。截肢手术简单，风险小，但容易引来患者不满，甚至医闹，是祸。上一世我选择了明，这一世我只想活。江主任，我的意见已经很明确了。我直视着他。保腿的成功率不到20%，术后可能伴有感染、神经坏死、长期疼痛，最终2次手术截肢。我不认为为了一个不确定的结果，让病人冒这么大的风险是负责任的行为。我的话让江主任的脸色有些难看，也让陈峰和他妻子再次炸毛。不到20%，你放屁！你就是不想做。陈峰嘶吼着，他妻子更是直接冲我骂道：“你这个庸医，你就是想害死我老公！”我冷眼看着他们，
真有趣。上一世，我拼尽全力保住了他的腿，他杀了我，说我毁了他的人生。这一世，我建议截肢保他的命，他们骂我是杀人凶手，横竖我都是错的。既然如此，我何必再委屈自己？江主任，既然患者和家属对我的诊疗方案如此不信任，我申请将这个病人移交给其他医生。我不想再和他们有任何瓜葛。江主任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然的神色。他大概以为我是怕担责任，想甩掉这个烫手山芋。他叹了口气，点了点头。也好，我来安排吧。他转向陈峰夫妻，语气温和了许多。陈先生，陈太太，你们别急，我们医院骨科不止沈医生一个专家，我们科室的刘宇环刘医生在处理复杂创伤上非常有经验。刘宇环，听到这个名字，我心里冷笑一声，真是瞌睡来了，有人送枕头。刘宇环是我的4对头，业务能力不如我，但特别会钻营，总想找机会压我一头。上一世这台手术成功后，他可没少在背后说风凉话，酸我走了狗屎运。好，只要不是这个姓沈的，谁都行。陈峰妻子立刻答应。我看着他们笑了笑。那么，祝你们好运。回到办公室，我给自己泡了一杯浓茶。重生的感觉并不真实，直到现在，我腹部似乎还残留着刀锋刺入的幻痛。我闭上眼，就能想起陈峰那张扭曲的脸。我为你保住了膝盖，你为什么要杀我？这是我临死前最后的疑问。现在我不想知道了，我只想离这个恶魔远一点。很快，刘宇环意气风发地从我的办公室门口经过，他看到了我，特地停下脚步，靠在门框上，脸上带着藏不住的得意。沈玉，听说你把一个髌骨粉碎的病人给推了。我眼皮都没抬一下。不是推了，是建议截肢。截肢。刘宇环嗤笑一声。我看过片子了，是很有挑战，但也不是完全没机会。我们当医生的，不就是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吗？怎么评上副高之后，胆子变小了？他的话里充满了挑衅。我慢慢放下茶杯，抬眼看他。刘医生既然这么有信心，那这个挑战就交给你了。我的平静让他有些意外，他准备好的一肚子嘲讽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他大概以为我会愤怒，会不甘，但我没有。我甚至有些期待他接下这个挑战，期待他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那是自然。刘宇环挺了挺胸膛。我们可不像某些人，遇到点困难就想着退缩，你就等着看吧，看我怎么把这条腿完美的保下来。说完，他趾高气扬地走了。下午，医院的内部论坛就炸了，一张帖子被顶得老高。经骨科沈玉医生拒绝为车祸重伤患者手术，竟建议直接截肢，良心何在？发帖人是匿名，但内容详尽，还配上了陈峰妻子在诊室外哭诉的视频。视频里，他声泪俱下地控诉我的冷血和不负责任。他连试都不愿意试一下，就判了我老公4刑。他说保不住，可我们换了刘宇环医生，刘医生说有80%把握，这难道不是草菅人命吗？帖子下面一堆不明真相的同事在跟帖。沈医生平时看着挺好的，怎么会这样？可能是怕担责任吧，毕竟这种手术风险太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为了自己的名声牺牲病人的腿，太可怕了。相比之下，刘医生真是有担当，这才是真正的大医精诚。我看着那些评论，面无表情地关掉了页面。人言可畏，上一世我为了堵住这些悠悠之口，也为了证明自己，接下了这台手术。我成功了，赢得了所有人的赞誉。然后我死了，多么讽刺！傍晚，江主任找到我，脸色铁青。沈玉，你看看论坛上的帖子，你到底怎么回事？现在院领导都知道了，让我给你暂时停诊，写一份情况说明。好。我点点头，没有任何异议。我的反应让江主任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他憋了半天才说：“你就没什么想说的？”说什么？我反问：“说我坚持我的专业判断没有错，还是说刘宇环为了出风头，在拿病人的腿和自己的职业生涯赌博？”江主任被我噎得说不出话。你这是什么态度？沈玉，我知道你技术好，心气高，但你不能这么意气用事，你这是在毁掉你自己的前途。他痛心疾首，我看着他，忽然觉得有些好笑。前途？我的前途早就在那把冰冷的刀下被毁得一干二净了。江主任，谢谢您的关心。我站起身，拿起外套，停诊正好，我最近也累了，想休息一下。情况说明我会写的。接下来的几天，我过得异常清闲。
医院里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已经传成了好几个版本，而另一边，刘宇环和陈峰一家则上演着一幕幕医患情深的感人戏码。刘宇环为陈峰制定了周密的手术方案，组织全科会诊，请了院外专家视频连线，阵仗搞得极大。陈峰的妻子则每天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直播更新，从术前准备到刘宇环的鼓励，再到全家人的祈祷，他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冷血无情的反派，把刘宇环捧成了救死扶伤的神明。感谢刘医生，是他给了我们希望，不像某些医生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完全不顾病人的死活。他的视频下面一堆人点赞加油，顺便痛骂我这个无良医生。手术定在周五，那天我刚到办公室，就看到刘宇环被一群记者围在中间。刘医生，请问您对这次手术有几成把握？我们会尽100%的努力来保住患者的腿，这是我们的职责。听说之前有医生建议截肢，您怎么看？刘宇环故作沉吟，然后叹了口气。每个医生的治疗理念不同，我个人认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应该放弃。毕竟，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一条腿就是他未来的全部人生。他说的大义凛然，引来记者们一阵赞叹。隔着人群，他的目光与我相遇，带着一丝炫耀和轻蔑。我面无表情地移开视线，走进了电梯。手术从早上9点一直进行到晚上10点，整整13个小时，比我上一世用的时间还要长。手术室的灯熄灭时，刘宇环几乎是被人扶着走出来的。他脸色惨白，汗水湿透了衣服，但眼睛里却闪烁着兴奋的光。等在门外的陈峰家属和记者们一拥而上。刘医生，怎么样了？刘宇环虚弱地笑了笑，比出一个胜利的手势。手术非常成功。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陈峰的妻子和母亲抱着他，哭得泣不成声。刘医生，您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我们给您磕头了。闪光灯不停地闪烁，记录下这感人至深的一幕。第二天，各大媒体的头条都是刘宇环妙手回春，市医院刘宇环医生耗时13小时，成功保住重伤，大医精诚。他用担当和技术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刘宇环成了英雄，而我成了那个英雄故事里可笑又可悲的小丑。陈峰的手术成功后，被转入了 VIP 病房。刘宇环成了他的专属医生，每天查房，嘘寒问暖。陈峰的妻子依旧在网上直播，他的账号粉丝涨了不少，甚至开始接一些小广告。视频里，陈峰躺在病床上，虽然虚弱，但精神头不错。他对着镜头一遍遍地感谢刘宇环，感谢医院，然后意有所指地提一嘴当初那个想砍我腿的医生。人心啊，真是看不透。有的人披着白大褂，心却是黑的。评论区里我的名字被反复提及，骂声一片。有人甚至扒出了我的照片和家庭住址，扬言要来给我一个教训。医院为了平息舆论，对我的停诊处罚又延长了1个月。我乐得清静。转折发生在1周后，陈峰回来了，他发烧了。刘宇环认为是术后正常反应，用了常规的抗生素，但体温不仅没降，反而一路飙升到了。陈峰开始说胡话，整个人陷入半昏迷状态。病房里乱成一团，刘宇环慌了。他加大了抗生素的剂量，换了最顶级的进口药，没用。陈峰的右腿，那条被成功保住的腿，开始出现大面积的红肿，皮肤下甚至能看到一丝丝黑色的坏色，伤口处有脓液渗出，带着一股腐臭味。感染，和我预料的一模一样。刘宇环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他每天都泡在病房里，亲自给陈峰换药清创，但病情依旧在不断恶化。陈峰妻子的直播也停了。又过了3天，陈峰被紧急送进了 ICU， 他出现了急性肾衰竭的症状，这是败血症的前兆。刘宇环彻底崩溃了，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江主任找到他，和他谈了很久。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我只知道那天下午江主任来我办公室了，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板着脸，反而给我带了一杯咖啡。小沈还在生我的气。没有，
那个陈峰的病人情况你听说了吧？他搓着手，有些尴尬。我点点头。刘宇环，他快扛不住了。江主任叹了口气，院里开了会。专家组的意见是，必须立刻进行2次手术，清除感染灶，否则病人随时可能没命。我没说话，等着他的下文。但是刘宇环现在的状态根本上不了手术台，而且家属现在对他极度不信任，吵着要他负责。所以呢，江主任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恳求。小沈，我知道之前让你受委屈了，但是现在人命关天，整个科室不，整个医院能做这台手术的只有你了，求你再帮医院一次，救救那个病人。我看着他焦急的脸，忽然觉得很可笑。当初他们为了名声把我推出去当挡箭牌，现在出了事又要我回来收拾烂摊子，凭什么？我开口，声音很冷。第一，我还在停诊期间，没有处方权。第二，我不是陈峰的主治医生，他的所有情况我都不了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顿了顿，当初是他们自己放弃了我的治疗方案，选择了刘宇环。现在出了问题，就该由刘宇环和他们自己去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所以我拒绝。我的拒绝让江主任的脸瞬间铁青。他大概从没想过，一向顾全大局的我会把话说得这么死。沈玉，他猛地一拍桌子，咖啡溅了出来。你这是什么态度？这是人命！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个医生？我当然记得。我冷冷地看着他，所以我才在第一时间给出了我认为最正确的治疗。是你们，是家属选择了另一条路，现在路走不通了，想回头，晚了。你，江主任指着我，气得浑身发抖。你这是在报复，你在报复刘宇环，报复家属，报复医院。我没有报复任何人，我平静地迎上他的目光，我只是在遵守规则，谁做的决定，谁承担责任，这很公平。江主任说不出话了，他知道从程序上讲，我没有任何错误，我被停了诊，我不是主治医生，我完全有理由拒绝。他颓然地坐回椅子上，语气软了下来。小沈，算我求你了，行不行？院领导那边我去说，只要你肯上台，你的处分立刻取消，副高职称的事，明年我第一。他开始许诺好处，可惜这些我曾经无比在乎的东西，现在在我眼里一文不值。江主任，不用白费力气了。我站起身，我的决定不会改变。如果没别的事，我先下班了。我拿起外套，径直向外走。江主任在我身后嘶吼：“沈玉，你会后悔的。”我没有回头。后悔？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在上一世救了陈峰。刚走出办公室，我就被人拦住了。是陈峰的妻子和他的母亲。几天不见，那个在网上光鲜亮丽的女人，此刻憔悴的不行。她看到我后，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沈医生，沈医生，我求求你，你救救我老公吧。他的举动引来了走廊上所有人的侧目。我皱了皱眉，往后退了一步，有话就站起来说。不，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他抱着我的腿，嚎啕大哭。沈医生，我们错了，我们真的错了。我们当初不该不信你的话，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求求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一般见识，救救陈峰吧。他身后的老太太也跟着跪了下来，一边哭一边磕头。医生，求求你了，我儿子才30岁啊，他不能死啊。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大。这不是之前在网上骂沈医生的那家子吗？是啊，现在知道求人家了，早干嘛去了？脸皮真厚，这不就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吗？我看着脚下哭得涕泗横流的女人，心里没有一丝怜悯，只有厌恶。当初她举着手机骂我是杀人凶手的时候何等嚣张，现在她跪在这里求我去做一个杀人凶手应该做的事，何其讽刺。放手！我的声音冷得像冰。她不放，反而抱得更紧。沈医生，只要你肯救我老公，你要我做什么都行，我给你做牛做马。
我不需要你做牛做马。我一字一句地说，我只需要你和你的家人离我远一点。我用力挣开他的手，头也不回地走向电梯。我拒绝手术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医院炸开了，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放着送上门来的名声地位不要，偏要跟一个病人跟整个医院对。刘宇环在 ICU 门口拦住了我，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曾经的意气风发。沈玉，他声音沙哑，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见死不救？他盯着我，眼神里满是血红的质问。就算你恨我，可病人是……你忘了我们当医生时宣读过的誓言了吗？我看着他这副正义凛然的样子，笑了。刘医生，你记性不太好。当初是谁在记者面前信誓旦旦地说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是谁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该放弃？现在你的希望变成了绝望，你创造的奇迹变成了一场灾难，你却跑来质问我为什么不帮你擦屁股。他的脸瞬间变得惨白。我承认我当初是有些急功近利，但是我真的是想救他。是吗？我冷笑，你是想救他，还是想踩着我，拿他的腿当成你近？我没有。他激动地反驳，你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我懒得再跟他废话，现在搞砸了，要我来背锅，你想得到美。刘宇环，记住，是你自己亲手把陈峰推进 ICU 的，他的命现在攥在你手里，你要么自己想办法救，要么就等着给他开死亡证明。最终医院还是没能说服我，他们只能硬着头皮让刘宇环继续主刀。2次手术其实就是截肢，因为感染太严重，已经侵蚀了骨头和大量的肌肉组织，为了保命，比我最初建议的位置高了整整30厘米。手术做了5个小时，陈峰的命保住了，但他的右腿从大腿根部以下永远地消失了。他从 ICU 转回普通病房的那天，我正好路过，病房里死气沉沉，陈峰躺在床上，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他的妻子和母亲坐在一旁，默默地流泪，连哭出声的力气都没有了。刘宇环站在病床边，脸色比陈峰还要难看。他想说些什么，但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突然，陈峰的母亲站了起来，冲向了刘宇环，你还我儿子的腿，你这个庸医！他对着刘宇环又打又骂。陈峰的妻子也反应过来，拿起桌上的水杯就朝刘宇环砸了过去。都是你，是你害了我老公，你说有80%把握的，你赔我老公的腿。病房里顿时乱作一团，保安很快冲了进来，拉开了扭打在一起的3人。刘宇环的白大褂被扯得稀烂，脸上几道血痕，眼镜也歪了。江主任赶到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副鸡飞狗跳的景象。他的脸黑得像锅底。都给我住手！他怒喝一声，这里是医院，不是你们撒泼打滚的菜市场。主任的权威还是有用的。陈峰的母亲终于消停了些，只是还在刘宇环，你跟我出来！江主任指着他。刘宇环失魂落魄地跟着他走了出去。我转身也准备离开这场闹剧。沈医生，陈峰的妻子忽然叫住了我。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我老公的腿是不是一开始就保不住？他的声音颤抖。是。走廊尽头，江主任正在训斥刘宇环。刘宇环抬起头，看到了我。他的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意气风发和挑衅，只剩下灰败和绝望。我与他对视了一眼，然后面无表情地走过。时间就这么过了1周，刘宇环再也没在医院出现过。直到那个周一的早上，我刚进科室，就听到几个小护士在窃窃私语。听说了吗？刘医生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死了，在自己家里被人捅了10几刀。我端着水杯的手在空中顿住了，心脏猛地一缩，下一秒我的手机响了，是江主任打来的，声音是前所未有的惊惶。沈玉，你快来一下，警察来了。警察来了3个人，为首的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国字脸，眼神锐利，他叫李队。会议室里
气氛凝重。江主任坐立不安，脸色煞白。我们接到报案，今天早上在城南的一个小区里发现了一具男尸，死者是你们医院的医生刘宇环。李队的声音很沉稳，但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人心上。根据现场的初步勘查，是凶杀。死者腿部身中13刀，刀刀致命。凶手有线索吗？江主任颤声问。李队看了他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向我。我们查了刘宇环近期的社会关系，发现他因为一次医疗纠纷和一位名叫陈峰的病人以及其家属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沈医生，你是陈峰最初的主治医生，对吗？我点了点头。我想向你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我把事情的经过客观地，不带任何个人情绪地复述了一遍。从我建议截肢到家属拒绝，从刘宇环接手到他手术失败，整个过程我像一个局外人，冷静的可怕。李队一直静静地听着，偶尔记下几个关键词。也就是说，你从一开始就判断这条腿保不住。是的。而刘宇环坚持要保，最终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可以这么说。陈峰的家属对刘宇环的怨恨非常深。是的，他们认为刘宇环欺骗了他们，毁了陈峰。李队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消化这些信息。我们已经派人去医院病房找陈峰了，但是他和他妻子还有他母亲，昨天晚上就办理了出院手续，现在3个人都联系不上。江主任啊了一声，几乎要从椅子上滑下去。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李队站起身，准备离开。走到门口时，他忽然回过头，再次看向我。沈医生，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说，你似乎一点也不意外。我看着他探究的眼睛，扯了扯嘴角。李队，当你见过一个病人，因为你没能创造奇迹而要杀了你，你就不会对任何事感到意外了。我的话让李队愣住了，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带着人走了。会议室里只剩下我和江主任，他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瘫在椅子上喃喃自语：疯了，都疯了。刘宇环的死像一颗惊雷在市医院炸响，所有人都被这个消息震得头皮发麻。一个前途光明的医生就这么惨死家中，而凶手极有可能是他一心想拯救的病人。这件事情太过骇人，充满了讽刺和惊悚的意味。医院紧急下了封口令，禁止任何人对外讨论此事。但私下里，各种版本的猜测和议论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那个陈峰看着挺老实的，居然这么狠。可怜了刘医生，虽然好大喜功，但罪不至死啊。最神的还是沈医生，当初就说要截肢，所有人都骂他，结果他才是对的。是啊，他要是当时接了这手术，现在死的可能就是他了。细思极恐，风向在一夜之间彻底逆转。我从一个冷血无情的庸医变成了洞察人心的先知。同事们看我的眼神从鄙夷、不解变成了敬畏和一丝丝恐惧，仿佛我能预见未来。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是预见未来，我只是中立了地狱。下午，警察那边传来消息，他们在一个长途汽车站抓到了准备外逃的陈峰。对于杀害刘宇环的罪行，他供认不讳。他的母亲和妻子因为有包庇和协助潜逃的嫌疑，也被控制了。这个案子从发生到告破，只用了不到12个小时，快得令人啧舌，似乎一切都尘埃落定了。但我心里的那个疑问却像一根刺，越扎越深。上一世我保住了他的腿，他杀了我；这一世刘宇环没保住他的腿，他杀了刘宇环。截肢和保腿是2个完全相反的结果，为什么会导向同一个血腥的结局？这个男人的杀机到底源于什么？仅仅是因为腿吗？我不信，这背后一定还有我不知道的更深层、更扭曲的原因。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找我了，是陈峰的妻子。她被取保候审了。她找到我办公室的时候，我正在写一份病程记录，她就那么站在门口，不进来，也不说话，只是用一双空洞的眼睛看着我。几天不见，她整个人瘦得脱了相，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有事吗？我放下笔，平静地问。他嘴唇动了动，发出一个沙哑的单音节。坐，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我们之间是长久的沉默，沉默到我能清晰地听到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沈医生，你是不是觉得陈峰就是个疯子，是个白眼狼？我没说话。他不是的，他摇着头，自言自语，至少以前不是。他开始讲述，声音断断续续，颠三倒四，像是在倾诉，又像是在忏悔。从他的讲述里，我终于拼凑出了那个被隐藏在疯狂之下的真相。陈峰出车祸前是一家户外运动俱乐部的金牌领队，主攻那不是一份工作，那是他的命，他的信仰，他的一切。他所有的骄傲和自信都建立在他那副远超常人的强健体魄上。他有一次登顶珠峰，就差300米，因为天气原因被迫下撤，回来后整整3个月没跟人说过话。他说他的腿比他的命还重要。他的妻子当初就是被他那种征服自然的强大和自信所吸引，他们夫妻俩还有他整个家庭都活在他营造的那个强者光环之下。车祸把这个光环彻底击碎了。我忽然明白了，上一世我费尽心力保住了他的膝盖，保住了他的腿，在外人看来这是天大的恩情，但在陈峰看来那是一场无尽的折磨。我给了他一条废腿，一条无法再支撑他去攀登，甚至连正常行走都会隐隐作痛的腿，一条需要漫长而痛苦的康复，耗费巨额金钱，却永远也回不到过。我让他从一个云端的强者变成了一个需要人照顾的残废。他每天看着自己那条完好却无用的腿，那种希望尚存却又永远无法实现的折磨，比直接砍掉更让他崩溃。他觉得我给了他一个虚假的希望，然后又亲手把它戳破。我毁掉了他作为强者的最后一点尊严，所以他恨我，恨到要杀了我。你毁了我的人生。他临死前的嘶吼，我终于懂了。而这一世，刘宇环的选择是高位截肢，那更是直接宣判了他强者梦的死刑。一个连腿都没有的人，还谈什么征服高山？所以他也杀了刘宇环，因为刘宇环彻底斩断了他所有的念想，无论保腿还是截肢，只要让他无法再回到他那个神坛上，他就会把医生当成毁掉他人生的人。这是一个偏执狂的、自私到了极点的死亡逻辑。他爱的不是他的腿，他爱的是站在巅峰的自己。任何阻碍他站在那里的人都该死。他出事后，保险公司赔了一大笔钱。陈峰妻子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他把那笔钱全都买了最高端的登山装备，堆在家里，每天擦一遍。他说等他好了，他要去挑战乔戈里峰。刘医生跟他说手术成功的时候，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在病床上就计划着复健之后要去哪里拉练，直到感染截肢。他没有再说下去。我全明白了，刘宇环给了他一个能重回巅峰的梦，然后又把他摔得粉碎。这种从天堂到地狱的落差，引爆了陈峰心中最后的一丝理智。我早就受够了。陈峰妻子忽然笑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我受够了他那种自以为是的强大，受够了他为了登山不顾家，受够了我们全家都要为他那个可笑的梦想服务。车祸之后，我甚至觉得这是一种解脱。可是我不敢说，我一提让他放弃，他就发疯，说我看不起他，说要跟我离婚。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诡异的坦诚。沈医生，那天你拒绝手术，我跪下来求你。其实我心里有一半是在演戏，我在演给我婆婆看，演给陈峰看，证明我努力过了。我甚至有一点点窃喜。我想截肢了也好，他就彻底死心了，我们就能像个正常人一样过日子了。我没想到他会去杀人。他捂住脸，肩膀剧烈地颤抖起来。是我害了他。如果我早点告诉他，我爱的是他这个人，不是那个什么狗屁登山英雄，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我沉默地看着他。不，你错了。对于陈峰那种极端自我的人来说，他根本不在乎你爱的是什么，他只在乎他自己想成为什么。你的爱对他而言，远不如一座冰冷的雪山重要。
送走陈峰的妻子后，我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那个困扰了我2世的梦魇终于有了答案。我没有错，错的是他。